这是梦中城，惊悚午夜场。第一章：诡异的噩梦。各位，你们相信这世界上有鬼吗？其实我本身也是半信半疑，但有一点我是相信的，那就是因果报应。每件事情的发生都不会无缘无故，就像我接下来要说的故事一样。故事的主角叫阳光，29岁，未婚。因为从小就喜欢音乐和表演，所以从20岁开始就走上了歌手这条道路。其实他小时候有2个梦想，一个是当歌星，另一个是当刑警。但长大后才发现，梦想终究是梦想，因此他选择了与梦想比较接近的职业——歌手。阳光在这个行业里已经拼搏了近10年，在这个非主流的舞台上，虽然没有什么名气，但是人缘非常的好，认识他的人都叫他阿光。一转眼，阳光来到这个小镇已快3个月了。刚来的时候，因为老板的看重，获得长期在这边干活的机会。阳光在这之前其实是到处漂流的打工仔，但经过多年的漂流，他也感到身心疲惫了。现在刚好有这个机会，就在这个小城市待了下来。但他就在这个小城市中的一间小酒吧里，发生了很多不可思议的事情。这一天，阿光实在太累了，晚上演出完回到宿舍，倒头就睡着了。睡着睡着，他迷迷糊糊地感觉到冰冷，一个哆嗦醒了过来，揉了揉眼睛，看了看四周。天哪，我怎么在宿舍的走廊上？怪不得这么冷。正当阿光要起身走回房间时，他才刚站起来，就隐约地看见走廊的尽头好像有一个白色的影子。在这漆黑的走廊中，那白色的影子更加显眼。他看不清那是什么，感觉好像是个人，但又不太像，因为那个影子是飘来飘去的。阿光往前走了几步，又揉了揉眼睛，这次终于看清了，确定那是一个人，好像是个女人。一头乌黑的长发遮住了她的脸，直到腰间，身上穿的是雪白的连身裙，裙子和头发随着风在摆动着。她就这样一直站在那，一动也不动，貌似在盯着阿光。阿光起初以为是公司的女舞蹈演员在开玩笑，就问了一句：“哪个美女这么晚了还不睡，跑到这来吓唬我？”衣服倒是挺像样的，头发也还可以，够长。只是我今天累死了，没什么心情，我要回去睡啦，你也早点回去吧。阿光笑着朝他摆手，但他就像没听见一样，依然直直地站在那里。虽然看不见他的眼睛，但阿光可以感受到他是在死死地盯着自己。此时阿光有些不知所措，心想：不对啊，总感觉哪里不对劲。于是阿光又从上到下打量了一番，就在看到脚的时候，突然倒吸了一口气。她的裙子下面没有脚。你到底是谁？阿光想跑，但是身体怎么动也动不了。那女人还是没有回答阿光，但这次好像听见了阿光说的话。她开始慢慢地向着阿光飘了过来。阿光立刻感觉到呼吸困难，眼睛想闭却无法闭上。阿光心想：这是怎么了？难道是……正当阿光胡思乱想的时候，那个白影忽然飘到了他的面前。那长长的头发就在阿光眼前不到10厘米的距离。此时阿光屏住呼吸，努力的挣扎，哪怕是挥拳，大不了拼了，可都无济于事。就在阿光的眼睛看向那乌黑的头发时，女人的头发突然从中间分开，露出了2个没有眼珠的眼睛。同时，女人也抬起双手掐住了阿光的脖子，嘴角露出一丝诡异的笑容。这突然的举动让阿光差点昏倒。阿光觉得呼吸越来越困难，那双苍白到没有一点血丝的手死死地掐住了他的脖子。阿光努力地问着：“你到底是谁啊？”这次那个女人笑了，很阴森的先笑了2声，接着突然开始大笑起来。整个走廊都回响着她的笑声。
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为什么？为什么我要你死？阿光突然坐起身子，急促地喘着气。原来又是一个该死的噩梦。阿光发现自己浑身是汗，他长长的舒了几口气。这种噩梦已经不是第一次了。虽然阿光在午夜场这个行业打拼了这么多年，对午夜场里有些不干净的东西也是略有所闻，但是这次来到这个小镇后，实在发生太多让他难以接受的事情。此时阿光点了一根烟，躺在床上想着最近的噩梦。最开始的时候是梦见一个女孩，看不清长相，从轮廓来看应该很清秀，身高大概165左右，身材标准。梦里的女孩也是朝着我笑，但笑着笑着，突然有一把尖刀从背后刺了进去，从心脏的位置露出了那发着寒光的刀尖。女孩啊的一声倒下，露出站在背后的黑影，分不清男女。接着那个黑影抬起头对着阿光微笑，那笑容让阿光不寒而栗。梦到这里，阿光就醒了。还有几次是梦里一直听到有女孩喊救命，但就是看不清长相，总是喊着喊着就听见撕心裂肺的惨叫。阿光突然想到一些事情，开始整理几个梦中的共同点。第一，梦中的女孩好像是一个人，虽然看不清楚长相，但阿光的直觉告诉他就是一个人。第二，这个梦好像都是连着的，但又说不上来有什么连带的关系。阿光双手捂住脸，很努力的想把事情连在一起，但出现在他脑子里的全是零碎的东西，根本连不上。也许是自己想太多了吧，可能就只是单纯的噩梦而已。其实阿光会开始胡思乱想也是有原因的，毕竟从他来到这个小镇到现在，已经发生了许多让他无法接受，甚至到现在都还无法相信的事情。阿光再度闭上眼睛，觉得这些事情绝对不是偶然的，这里一定有什么秘密。心想，如果不是偶然的话，我一定要弄清楚到底是怎么一回事。事情要从阿光刚来到这个小镇的时候说起。3个月前，他拎着沉重的箱子来到这间酒吧的门口的时候，已经是下午5点多了。5月份的这里还不算热。阿光抬头看着这间并不大的酒吧，招牌写着皇家酒吧，心想怎么取了这么土的名字。突然酒吧对面的马路上有个人喊他，阿光回头看去，是一位女孩，标准的瓜子脸，不大不小的眼睛，很有身材，168左右的个子，身材比例很好，扎了个马尾，看上去干净大方。女孩跑到阿光的面前，伸出手说道：你好，我叫小英，我姐姐让我来这接你的。哦，谢谢，麻烦你了，我叫阿光。才刚说完，就觉得自己有点傻，人家都知道他名字了。这时他们2人都笑了起来。小英说：走，我带你去宿舍吧，就在对面的那栋大楼里。那原本是一家旅馆，后来被我们老板包了下来，给我们当宿舍用了。好，走吧。对了，你姐姐现在怎么样？她把我介绍过来，但她又不来，我还想当面谢谢她呢。姐姐现在在外县市呢，没事，估计她不会在意的。如果你非要谢的话，就谢我吧。说完，回头调皮地对着阿光笑了一下。阿光回道：行啊，反正你们是姐妹，谢谁都一样。阿光对这个开朗的女孩很有好感，他喜欢和开朗的女孩相处，不管是工作还是生活。因为阿光平时是个很内向的人，只要和开朗的人在一起，阿光就会变得比较健谈。和内向的人在一起，阿光就会沉默到一句话也不说。如果你和他不熟，打死你都不会相信阿光是舞台上的歌手。在舞台上的阿光很有自信，比较有魅力，加上华丽的演出服与磁性的嗓音，还有舞台的感染力，让阿光变得非常的耀眼。
这些年有很多女孩喜欢他，但阿光真正交往的女朋友大概只有2个，并不是他交不上女朋友，而是第2个女孩把他伤得太深了，以至于现在的他不想轻易的和女孩谈感情。其实阿光对感情这方面还是比较传统的，虽然在这个风花雪月的地方上班，但他的心里还是有着纯真爱情美好的憧憬。到了，还不错吧？你自己一间房，我和其他几个舞蹈演员在隔壁，主持人的房间在我们的隔壁。如果有什么需要的话，就直接过来找我就行了。哦，谢了。对了，厕所在什么地方？我们房间没有厕所。哦，厕所在走廊的尽头，有2间，不分男女的，所以进去的时候要敲门哦。哦，对了，小英忽然想起了什么重要的事情，一本正经地对着阿光说：“在那2间的对面有一间卫生间，是以前这栋旅馆的公共卫生间，不过好久没人去了，应该说没人敢去，大家都说里面闹鬼，我们女生晚上都不敢往里面看。据说以前有个跳舞的女孩，半夜起来上厕所的时候，听见对面的卫生间里有唱歌的声音，是女人的歌声，那歌声空洞而哀怨，很吓人。也许是女歌手在里面唱歌吧，你们也太大惊小怪了。”虽然阿光这样说，但多少也有些鸡皮疙瘩，毕竟他听说过不少类似的事情，但从来没有遇见过。什么呀？我们这都半年多没有女歌手了，自从那个女歌手走了以后，就再也没有女歌手来过了。总之你小心点吧，我回去了，一会准备，我们一起去公司。说完，小英就回自己房间了。阿光觉得这个女孩挺有意思的，也许是因为我和她姐姐认识的关系吧。阿光看了看手表，时间还早，先休息一下再说吧。坐了几个小时的火车，也真够累了。才刚躺下，就迷迷糊糊的睡着了。阿光做了一个梦，梦里有一个女孩，就站在那个旅馆的公共厕所门口，乌黑的长发，看不清长相，但阿光感觉是个清秀的女孩。正当阿光想上去打个招呼时，突然一把尖刀从女孩的背后刺了进去，从心脏的部位露出了闪着寒光的刀尖。女孩啊的一声倒下，露出站在背后的影子，看不清是男还是女。只见那个影子缓缓抬头，对着阿光微笑，那笑容让他不寒而栗。阿光正想要大喊，突然有人从背后抓住了他的双肩，并且用力地摇晃着。此时阿光怎么向后看，却始终看不到后面的那个人。